亿美金。林董，资金明天到账，但条件是你得交出一个品行绝对过钩的接班人来掌舵新集团。放心，我培养了他10年，绝对可靠。李老板，他李老板就是死也得把欠咱们的违约金结了再死，这事儿没商量。哼，一群底层垃圾也配跟我讲条件？老张，帮我个忙。耀东，你说。把星辰科技所有对公账户全部冻结。什么？再往圈子里放个消息，就说我林耀东投资暴雷，资金链断裂，欠下5000万巨债，马上要破产清算了。你疯了？这是要是谁？是一条我养了10年的狗，看看它到底会不会咬人。还钱！林耀东滚出来还钱！怎么回事？听说是林董在外头的私账爆雷了，欠了5000万。那我们的工资怎么办？董事长，子卓，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到会议室开会。星辰科技是我一辈子的心血，也是大家共同打拼出来的家。只要3天，只要能凑够500万的过桥资金把账面激活，3天后我的一笔货款回笼，公司就能活过来。在座的各位都是跟我并肩作战多年的兄弟，谁能帮我借点钱顶一顶？哎呦，林董，不是我不帮，你也知道我老婆刚怀了2胎，家里的钱都在她名下的理财里死死套着，我是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啊。是啊，林董，我那套学区房还在还贷呢，每个月压力大的要死。我丈母娘刚查出重病，正等着钱做手术呢。行了，我知道大家都有难处，不勉强。除了子博，其他人都先出去吧，稳住外面的员工。子博，现在师傅只能靠你了。师傅，您说，只要我能帮得上的，一定尽力。家在滨江的那套独栋别墅，当时是你结婚，师傅出钱全款送你的。你现在拿去银行做个紧急抵押，500万绝对没问题，算师傅借你的。3天后连本带利还你600万。师傅，您是不是急糊涂了？那套别墅是您送我的不假，但现在他姓赵不姓林，让我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填您这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您觉得我像个傻子吗？子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当初你大学毕业一无所有，是我手把手教你做业务，是我把你提拔到副总的位置上，现在公司生死存亡，你竟然跟我算得这么清！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更何况只是上下级。林耀东，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最后叫你一声师傅。星辰科技已经是一艘沉船了，你这老骨头想跟船一起死，我可不想陪葬。实话说吧，巅峰科技的钱总已经找过我了，承诺给我副总裁的位子，外加5%的干股。巅峰科技，那是我们最大的死对头，你要背叛我？哼，各位兄弟，星辰科技马上就要被法院查封了，林耀东这老狗自己找死，咱们不能跟着陪葬。我赵子展已经在巅峰科技给大伙谋了出路，只要愿意跟我走的，薪水原地涨30%。给你们10分钟收拾东西，我在楼下车库等你们。赵子博，你这个畜生！你不借钱就算了，你这是要釜底抽薪，断了星辰科技的命脉啊！你带走核心技术团队，不仅是毁约，更是违法。违法？你去告我啊！你连打官司的律师费都掏不出来了吧？商场如战场，老狗就该死在沙滩上。你那些所谓的核心技术和客户名单，早就装进我的脑子和电脑里了。对了，提醒你一句，外头的催债人可不是吃素的，您老人家悠着点儿，别被人家打死了。快收拾！老板说的对，公司要完了，把硬盘拆了带走。哎，财务室那台高配电脑我拿走了啊，反正也要抵债。这盆发财树我搬走了，真晦气。老张啊，我从监控里都看到了，这赵子潇简直是个王八蛋，真就这么让他把人带走了？让他带，腐肉不弯，心肉不生，用一场假危机，把公司里所有的白眼狼、墙头草一次性洗得干干净净，这笔买卖划算。可是核心技术，哼，他带走的是我半个月前故意放进绝密文档里的带毒代码，他拿着那套东西去巅峰科技，就等于给他们装了一颗定时炸弹。等炸弹爆的时候，我要他赵子阳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还是你狠。不过耀东，现在整个公司都空了，你的接班人上哪儿找去？要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博哥才那5亿美金。接班人的事儿先不急，可能老天爷已经把试金石送到我面前了，人都走光了，连保洁都跑了，你还在这里干什么？林董，
大家走得太急，很多重要的备用合同都散了。我寻思着，万一公司哪天缓过来了，这些东西肯定还用得上，就想先收起来。他们都说我欠了5000万，马上要去蹲大牢了。你觉得公司还能缓过来？能的，您是白手起家的大英雄，连当的金融危机都没打垮您，这次肯定也能逢凶化吉。对了，林董，您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您等我10分钟。楼下高档餐厅都关门了，只有对街的便利店还开着。林董，您别嫌弃，趁热吃垫垫肚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明天一早，法院的封条就要贴到大门上了。这是我和男朋友攒了3年，准备下个月交婚房首付的钱。胡闹！结婚首付的钱你拿给我填窟窿，你疯了！你男朋友要是知道了，能扒了你的皮。他已经知道了。苏瑶，你个贱人是不是疯了？刘浩，你干什么？死老头，你滚一边去！欠一屁股债，还敢来骗我老婆的钱？苏瑶，我问你，卡呢？那30万里有15万是我爸妈的血汗钱，你竟然拿去给这个快坐牢的老赖！刘浩，那15万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写欠条打利息都行，但这笔钱我今天必须借给林董。你脑子进水了？他破产了，5000万的窟窿他还得上吗？这钱就是肉包子打狗。还不上的话，我拿命还。6年前，我妈查出尿毒症，急需10万块换肾。那时候我刚大专毕业进公司试用，走投无路在楼道里哭，是林董路过，问明了情况，直接破例批了20万的员工特别救助金。没有林董，我妈6年前就成骨灰了，哪还有现在的我？现在恩人要坐牢，你让我拿着买房的钱去安稳结婚，我做不到。我苏瑶绝不当那种忘恩负义的畜生。好一个不当忘恩负义的畜生！苏瑶，算我刘浩瞎了眼，看上你这么个蠢货。你愿意陪着老狗去死，我不拦着。房子我不买了，婚也别结了。明天你就给我把那15万打过来，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诈骗。为了我这个糟老头子，把婚都退了，值得吗？林董，您别听他胡说，这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男人，结了婚也没好日子过。我正好认清他了。林董，卡您拿着。刘浩的那15万，我晚上去干代驾，去摆地摊，我慢慢还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公司。如果您还要去跑银行见投资人，我陪您去。我别的本事没有，但我能帮您拎包，能帮您挡酒。只要公司还有一口气，我们就绝不认输。好，走，丫头，跟我去会会那些真正的贵人。赵总，听说您刚出任巅峰科技的执行总裁，请问对未来有什么规划？赵总，星辰科技的林耀东传闻已经破产跑路，作为他曾经的徒弟，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总会碾碎一些不思进取的老古董。林耀东个人的财务暴雷，我深表同情，但我赵子博永远只对未来和科技负责。今晚，巅峰科技将发布跨时的新产品，大家敬请期待。没有邀请函，绝不能入内。再往前闯，我们就报警了。小兄弟，你通融一下。我以前也是这家酒店的黑金 VIP， 我进去只找巅峰科技的钱总说几句话，说完就走。什么黑金 VIP？ 我看你是黑名单吧？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滚滚滚！一群臭要饭的！你们怎么能推人？林董以前在这里办年会的时候，你们经理都得亲自在门口鞠躬，你们势利眼也要有个限度。哟，我当是谁在这大吵大闹呢？这不是我那不可一世的师傅星辰科技的林大董事长吗？怎么几天不见，改行来酒店门口要饭了？子卓，师傅知道错了，公司没救了。但我这几天熬夜把以前一个废弃的底层算法重新优化了一下。只要你们巅峰科技愿意买下这个黑色 U 盘里的算法，哪怕只给200万不100万，给我100万，让我把工人的遣散费结了，这算法就是你的了，行吗？师傅，您早这么懂事不就好了吗？哎呀，手滑了。不过师傅，现在已经是 AI 时代了，您老人家那些像裹脚布一样发臭的破烂代码，狗都不看一眼，还想卖100万？您就在这门口摆个碗，说不定好心人多，3年5载也能讨够这遣散费呢。赵子卓，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个畜生！你当年进公司连个饭钱都没有，是谁借钱给你付的房租？是谁手把手教你做项目？你现在吃主人的肉，喝主人的血，还反咬一口。你这种人迟早会有报应的。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行政部那个每天只会擦桌子的小前台苏瑶啊！跟着这个快进局子的老赖有什么前途？看你这穷酸样，还没男朋友吧？这样，这1万块算是见面礼。今晚你跟我上楼，去我的总统套房给我当私人秘书，只要把我伺候高兴了，我每个月给你开10倍的工资，怎么样？总比跟着个穷困老人强吧？留着你的脏钱，给自己买副好点的棺材吧。林董就算是身无分文，他也比你这个衣冠禽兽高贵1万倍。我苏瑶就算去捡垃圾，也绝不吃你这种白眼狼施舍的饭。给脸不要脸的东西！你们一群人是吃干饭的吗？
让这两个神神病病在这里发疯，给我把他们扔出去！不长眼的东西，要是打扰了等会儿摩根财团贵宾的入场，你们全都得滚蛋！别碰林董，你们放开他！赶紧滚！再敢靠近半步，老子打断你们的腿！各位媒体朋友，让见笑了，一点无关紧要的行业垃圾而已。走吧，钱总，我们进去，真正的大戏要开场了。林董，您没事吧？对不起，是我没用，我没保护好您。丫头哭什么？戏演完了，小丑已经爬上了最高的悬崖。林先生，是和摩根亚退总司人都已经在大厅侧门恭候您多时了，5亿美金的账户已激活。走吧，苏瑶，擦干眼泪，该我们收网，教教这群畜生怎么做人了。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在过去的10年里，某些老牌企业固步自封，像吸血鬼一样阻碍着行业的发展。但今天，一切都将改写。这是我们巅峰科技最新掌握的底层 AI 核心算法。它的运算速度将是目前市面所有竞品的10倍。凭借这项技术，巅峰科技将在今晚正式向全球霸主的地位发起冲击。不仅如此，今晚我们还无比荣幸地邀请到了滨海市市首，以及华尔街巨鳄摩根财团亚太区总席史密斯先生，他们将见证巅峰科技走向世界的历史性时刻。子卓这孩子就是有本事，不仅带来了顶尖技术，还帮我们牵线了国际资本。星辰科技那个林耀东，活该破产要饭。来了，市首大人，史密斯先生，欢迎欢迎！您的到来真是让巅峰科技蓬荜生辉啊！我是巅峰科技的执行总裁赵子卓，关于我们的核心算法，史密斯先生。您这是林耀东？这不可能！保安死哪儿去了？谁让这个背了一屁股高利贷的老赖带进来的？今天是什么场合？轮得到一个破产的丧家之犬在这里撒野？给我打出去！赵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你面前站着的，也是我们刚刚注资5亿美金的星辰大陆集团的绝对控股人林耀东先生。5亿美金！星辰科技不是破产了吗？林耀东不是欠了5000万高利贷吗？不可能的！我亲眼看到催债的给你泼红油漆，我亲眼查过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你刚才还在门口求我给你100万发遣散柜。子卓，我教了你10年商业博弈，唯独有一课没教你：商场如战场，你看到的绝境往往是猎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你以为冻结账户、伪造债务很难吗？如果不把水彻底搅浑，怎么能让你这条潜伏在我身边10年的毒蛇自己爬出洞口呢？你算计我！你这个老不死的疯子！为了试探我，你连星辰科技的基业都不要了！就算你有5亿美金又怎么样？星辰科技的骨干都在我这儿，最核心的 AI 底层算法也在我这儿。你现在就是一个光杆司兵！对，林董，就算你融到了资，你的核心技术已经被子卓带到了巅峰科技，你就算有钱，也买不回已经被我们垄断的市场。苏瑶，你不是一直想看这群白眼狼的报应吗？去，上台去。赵子卓，你以为以为奥的那个核心算法真的是颠覆行业的神作吗？你什么意思？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亲自测试过上百遍的。别白费力气了，你从我绝密文档里偷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下一代核心算法，那是我半个月前亲自编写的一套带毒代码。它不仅不能运行，而且一旦它接入了巅峰科技的中央服务器，它内部潜藏的逻辑锁就会全面爆发，不仅会摧毁这段代码本身，还会将巅峰科技服务器里的所有历史数据彻底国史化。什么？钱总，不好了，我们总部的服务器刚刚全线崩溃，所有的客户数据、研发资料全都没了，全被清空了。赵子卓，你这个丧门星，我杀了你！你赔我巅峰科技的基业，赔我的心血！你确实够狠，用5亿美金的盘子和一出苦肉计来炸我。是，我承认我今天栽了。巅峰科技的服务器被毁，那是前锋自己蠢，没做安全隔离。但我赵子卓充其量就是个跳槽的高管，我带走团队那是正常的商业人才流动。你给我的带毒代码是你主动放进共享网吧，我最多算是违规操作。你就算有5亿美金，你也判不了我的刑。等风头过了，
我赵子卓换个城市，照样能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子卓，你太低估你的师傅了。我既然决定收我，你觉得我还会给你留活路吗？赵子珍，你真以为林董这几天只是在陪你演一出破产的戏样吗？林董在做局的同时，早就让核心审计团队暗中查清了你这5年来在星辰科技做的每一笔黑账。2021年，星辰科技与海盛集团的合作项目，你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成立皮包公司，吃回扣高达1200万。2023年，研发部的3次设备采购，你以次充好，将3000万的公款洗入你妻子的海外账户。不，这些账目我明明做得很干净，密码只有我知道，你们怎么可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用你小舅子的身份证注册公司就查不到吗？哼，你太贪了，贪到连尾巴都懒得扫干净。但这还不是你最大的罪恶。赵子卓，你还记得城南供应厂的李老板吗？赵总，我求求您了，星辰的尾款要是再不结，我那厂子就真倒闭了，工人们都在等米下锅呀。倒闭就倒闭，关我屁事。李老板，这批货的合格率只有98%，按照合同，尾款无限期延后。你想拿钱？行啊，把你老婆名下那套学区房低价抵押给我的担保公司，我就批盘。你这是要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啊！赵子卓，你就不怕报应吗？你要是不结款，我就从厂房顶上跳下去，就不活了。想不开，那你最好选个高点的地方，别摔个半身不遂，到时候连医药费都付不起。你要死赶紧死，别在这儿烦我。畜生，简直丧心病狂！人渣竟然为了侵吞厂家的房产，硬生生把人逼死！报警！这种人不吃枪子儿，简直天理难容！赵子卓，前锋，我们是滨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你们涉嫌职务侵占、巨额商业受贿以及一宗敲诈勒索致死案，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拘捕。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带走。师傅，我错了，我是被猪油蒙了心啊！你看在您带了我10年的份上，你看在我曾经叫您一声父亲的份上，您饶了我这次吧！我把钱都退给您，我给李老板披麻戴孝，您跟穿便服的保安说这是一场误会，求您了，师傅，我不想受法律制裁啊！子卓，还记得在会议室里我问你借那500万的时候吗？当时我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有一点点恻隐之心，只要你念及一丝师徒情分，这5亿的商业帝国今天原本是属于你的。当你在会议室里说我这把老骨头该死在沙滩上，当你为了荣华富贵将你师娘的救命钱都拒之门外的时候，你我之间的师徒情分就已经死得干干净净了。带走。林董，我们错了，我们都是被赵子凡那个畜生给蛊惑了。是啊，林董，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您大人有大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明天就回星辰科技上班，不要要工资也行。回星辰科技上班？很抱歉各位，星辰科技的新大楼装不下你们这些家境贫寒的白眼狼。今天借着这个舞台，我林耀东正式宣布2件事：第一，星辰科技从今天起正式重组，更名为星辰新大陆集团。我们将带着全新的、真正的核心技术，与摩根财团一起重塑整个行业格局。第二件事，在星辰科技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是我身边这位女孩拿出了她准备结婚买房的30万首付，顶着被人指着鼻子骂的屈辱，坚决不肯背叛我这个破产的老板。她是真正的试金石，试出了人性的丑恶，也试出了忠诚的无价。所以我宣布，星辰新大陆集团的首任全球执行 CEO 将由苏瑶小姐担任，并且她将无偿获得新集团10%的绝对干股。林董，这怎么行？我只是个大专毕业的行政助理，我根本不懂怎么管理这么大的集团啊！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丫头，管理可以学，经验可以积攒，但人品和底线是学不来的。集团有最顶级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辅佐你，但这家企业的心脏需要一个像你一样干净坚韧的人来跳动，这是你应得的福报，接受它吧。5000万美金，星辰集团 CEO， 这怎么可能？那是苏瑶，那真的是苏瑶！你这个糟笨的败家子儿啊！你看看多好的一个金龟媳妇儿啊，马上就要进咱家门了，硬生生被你给逼走了，5000万美金啊！那得是多少个小目标啊！咱们家祖坟冒青烟的机会就被你做没了。妈，你别打了，我和苏瑶谈了3年恋爱，感情深着呢。那天我只是一时气话，根本没有正式解除婚约。她心里肯定还有我，我现在就去找她，我跪下求她原谅。她心那么软，一定会原谅我的。
你们敢碰我一下试试？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可是你们集团的 CEO， 惹毛了我让她把你们全开除。瑶瑶，你终于肯见我了。瑶瑶，我错了，那天我是猪油蒙了心，被你气糊涂了才说那些混账话的。我其实是心疼咱们买房的钱啊，我是为了咱们的未来着急啊。为了咱们的未来着急，刘浩，你在星辰科技办公室里逼我退婚，逼我还钱，甚至骂我是忘恩负义的处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那都是气话，真的是气话。瑶瑶，你看，我买了你最喜欢的红玫瑰，我们和好吧，首付的钱我也不要了，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我每天给你洗衣做饭，你主外我主内，好不好？卡里有20万，其中15万是你父母当年出的首付钱，另外5万算是我这3年眼瞎喂了狗的利息，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不要钱，瑶瑶，我爱你啊！20万算什么？我要的是你这个人。刘浩，收起你那套令人作呕的深情吧，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你爱的是我吗？你爱的是新闻里的那个 CEO 位置，是你眼里的摇钱树。把这个寻衅滋事的闲杂人等扔出去，以后他如果再敢踏进集团大门半步，直接报警。苏瑶，你这个绝情的女人，你别走，你不能这么对我。苏瑶，你发达了就踹了未婚夫，你也不怕遭报应？苏总，这是我昨晚连夜做出的集团第1个月内部重组与优化方案。既然我们拿了摩根财团5亿美金的注资，就必须在下个季度的财报上交出漂亮的利润率，所以我提议立刻裁掉原星辰科技底层行政、后勤以及初级维护部门30%的冗余员工，将这部分业务全面外包，预计每年能为集团节省至少2000万的开支。理查德先生，这30%的员工可都是跟着星辰干了5、6年的老员工啊，他们是公司最基础的齿轮，怎么能说裁就裁？商业不是做慈善，先生，资本只看效率。那些只会敲键盘、扫地、接电话的人，没有任何不可替代性。我带来的 AI 管理系统完全可以取代他们。当然，这个方案还需要苏总签字。苏总以前也是做行政和前台的，可能对这些底层员工感情很深，但我希望您能明白，您现在是 CEO， 不能再用打杂的思维来管理一家5亿美金级别的跨国财团。您觉得呢？理查德先生，您的履历很漂亮，哈佛商学院毕业，对吧？是的，苏总。难怪您只会看财报上的冷冰冰的数字，却根本不懂星辰科技的根基在哪里。苏总，请注意您的措辞，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最优模型。狗屁的最优模型！您要裁掉的初级维护部门确实学历不高，但您知不知道，星辰科技的底层服务器架构是老一套的蜂巢结构？那些您看不上的初级维护员，每天要在零下10度的孤房里手动排查上千个物理节点的隐患。如果把他们裁了，换成外包团队，外包团队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摸清这个物理节点的规律。这3个月里，只要出现1次高频并发，整个服务器就会因为物理散热不恒而宕机。宕机1小时，集团就要损失至少500万美金。您1年省下来的2000万，够赔1天的损失吗？你这是危言耸听。外包团队有标准的交接流程。我还没有说完。关于您提议裁掉的行政和后勤部门，理查德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员工里有40%是工伤工人的家属，还有20%是从偏远贫困山区招来的定向帮扶人员。星辰科技之所以能在前几次寒冬中活下来，靠的不是华尔街的资本，而是这些底层员工拿公司当家的凝聚力。林董教过我，一家没有底线只认钱的企业，就是一座没有地基的沙堡，风一吹就散了。我苏瑶就是从最底层的前台一步步走上来的，只要我坐在这个位置上1天，我就绝不允许任何人用这种冷血的资本手段去砸掉那些为了公司拼过命的老员工的饭碗。这份裁员报告我不批，以后类似这种违背企业良心的提议，也不要再拿来弄脏我的棒中桌。说得好，理查德，听明白了吗？星辰新大陆是苏总当家。如果你们这群华尔街的高材二和基本盘都搞不清楚，那我不介意让史密斯换一批更懂事的人来。是林董，苏总，是我考虑不周，我马上重新做方案。林董，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会不会把那群华尔街的人彻底得罪了？对付豺狼，你今天让我刮目相看。底层架构逻辑，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通彻了？就这3天，我把研发部5年来的维修日记全都看了一遍。笨鸟先飞嘛，我底子薄，只能比别人多花10倍的时间去背。赵子卓那种天才，我用10年都没教出他的人味儿，而你只用了3天就立住了这集团的魂。耀东，苏总，出大事了！天塌不下来，慢慢说。是不是巅峰科技那边又有狗急跳墙的动作了？不是巅峰科技，是赵子波。这小子在看守所里，竟然通过他律师，在海外的暗网市场上挂出了我们星辰科技最初代的一项核心专利口稿，那是他5年前偷偷备份的。现在有几家国外的竞品公司正在疯狂竞价，一旦被他们拍下核心技术壁垒，就会被彻底撕开一个口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畜生进了大牢，竟然还敢在背后捅我一刀！
林董，现在怎么办？暗网的交易都是匿名的，我们根本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去阻止啊！法律阻止不了，那就用资本砸。去联系史密斯。丫头，准备好你的第一次实战了吗？既然赵子璇想跟我们玩命，那我们就去暗网上陪他玩一场不死不休的烧钱游戏。3000万、5000万美金、5000万美金，上帝啊，700万美金了！是北美那家影子科技公司在疯狂举牌。苏总，我们必须马上跟进。如果这项核心底层专利被国外的竞品买走，他们就能逆向推测出我们新代算法的逻辑漏洞，那5亿美金的投资就全打水漂。跟进，加价到8000万美金。北美公司直接加到了1个亿。苏总，不能再加了。史密斯先生给我们的紧急动用权限只有1亿美金，再往上加，超出了财务预算，董事会会扒了我们的皮的。理查德先生，集团现在是在保命，给我加1亿2000万。是。林耀东，你就算把我送进大牢又怎么样？老子手里随便露出点东西，就能让你大出血。加吧，继续加！你花的每一分钱，最后都会洗进我的海外秘密账户。等我出狱的那天，老子依然是亿万富翁。1亿5000万美金，1亿8000万美金。苏总，对方加到2亿美金，这已经完全超出了这项老专品的实际商业价值了。疯了，这绝对是对方在恶意抬价，想放干我们的楼金球。收手吧，大不了我们花几年时间重写底层代码，2亿美金买一个5年前的旧草稿，这在商业上是绝对的自杀行为。等等。停止加价，把这个所谓的核心底稿双手奉送给他们。苏瑶，你疯了吗？苏总都不叫了。这项底稿一旦泄露，我们的核心技术壁垒就彻底倒塌了。这份在网上拍卖的底稿根本不是我们新集团的壁垒，那是星辰科技3年前就已经彻底淘汰的蜂巢架构废稿。蜂巢架构在处理低波沙时确实天下无敌，这也是当年星辰科技起家的资本。但赵子卓那个蠢货5年前偷走它，就一直将其奉为圭臬。他根本不知道，随着这几年 AI 算力的发展提升，蜂巢架构存在一个致命的物理死路缺陷，一旦笔含量超过200万，这套架构就会彻底崩溃。它不是什么核心壁垒，它就是一颗裹着糖衣的定时炸弹。赵子卓想用这堆破铜烂铁来放干我们的血。好啊，那就让北美的那帮蠢宦花2亿美金去买一颗炸弹，等他们花重金把这套架构移植到他们的高川核心系统里时，砰，他们的整个网络就会彻底瘫痪，满盘皆输。丫头，你今天算是真正出师了。林董，我刚才其实也慌得要命，万一我记错了那份维修日期。你没有记错，一个真正在乎公司每一寸骨血的人是不会记错他的致命弱点的。既然你已经识破了这颗炸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添一把火，把赵子瑶彻底送进地狱，连超生的机会都不给他留。老张在，耀东怎么打？立刻联系全球排名前10的科技媒体，再把史密斯给我拉起来。明天新大陆集团召开全球发布会，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将把集团最新一代的星海分布云架构全面开源，免费提供给全球开发者使用。他们所处理的东西瞬间就会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不仅如此，暗网交易虽然匿名，但北美那家影子公司的钱一旦在海外流通受阻，变成了废纸，你猜那些跨国黑手党和国际资本会放过拿了他们2亿美金的赵子昭吗？大家好，我是星辰新丹洛路集团 CEO。科技的本质不是为了制造壁垒去垄断财富，而是为了点亮人类共同的未来。今天我代表集团正式宣布，我们将彻底放弃旧有的垄断模式，将最新一代星海架构底层代码向全球实行100%免费开源。我们相信，真正的核心壁垒从来不是锁在保险柜里的陈旧代码，而是千千万万不懈创新的开发者。对于某些还在暗网等阴暗角落花费数亿计美金购买星辰科技几年前废弃垃圾的不法分子，我只能说一句：时代已经抛弃了你们。赵先生，完了，全完了！星辰集团开源了新架构，您卖给北美集团的那个底稿现在一文不值了。你说什么？不可能，那是我偷出来的最核心的东西。更要命的是，北美那个财团发现上当受骗，花了2亿美金买了个废品。他们刚才放出了悬赏令，只要您敢踏出国门半步，立刻就会被大卸8块。不仅如此，国内保安力量刚才也收到了最新线索，您不仅涉嫌违规交易，还涉嫌向境外非法出卖国家核心敏感技术，构成了叛国级的间谍罪。最高检已经直接介入了。间谍罪？师傅，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救救我啊！耀东，好消息，最高检那边的最终判决下来了，赵子卓数罪并罚，涉嫌商业诈骗、敲诈勒索致死，外加最致命的非法向境外刺探、出卖核心机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人非法所得。意料之中。北美那个财团呢？北美那边因为植入了那套带有蜂巢死锁的旧架构，核心系统在一次高频测试中彻底崩溃，损失高达数十亿美金。现在他们不仅面临破产，还有几个幕后大资本已经把悬赏令发到了国内的暗网上。赵子阳在庭审宣判的时候被判了无期徒刑，不仅没哭，反而当场给法官磕头谢恩。他知道
只要他敢踏出监狱半步，国外的黑帮就能把他剁成肉酱。在牢里待一辈子，反而是他唯一的活路。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是他自己选的绝路，怨不得别人。钱锋和那个刘浩呢？钱锋的巅峰科技彻底破产清算，他本人因为涉嫌窝藏商业机密和行贿，判了7年。他老婆连夜带着剩下的钱跑到了国外，他现在在耗子里天天以泪洗面。至于那个叫刘浩的势利眼渣男，听说沾上了网赌，把原本要买房的手费全输光了，还借了一屁股高利贷。昨天有人看到他在咱们大楼下的垃圾桶旁边捡破烂，看着挺可怜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理查德，关于东南亚市场的开源生态补贴计划，按照我说的，把补贴力度再上调15%。我们要的是长期的开发者生态，不是短期的垄断暴利，明白吗？是，苏总，您的战略眼光令我折服，我马上让团队去修改模型。丫头，现在的气场，连我这个老骨头看了都要退避三舍喽。过来喝杯茶，歇会儿。林董，您又拿我寻开心。如果不是您在背后给我撑腰，理查德那帮心高气傲的华尔街精英怎么可能这么听话？不，丫头，你说错了。这3个月，你用全免费开源的星海机构，不仅彻底摧毁了竞争对手的壁垒，还吸引了全球1000万级的顶级开发者加入我们的生态圈。上周的财报，集团的衍生服务利润比过去翻了整整3倍。史密斯在董事会上对你赞不绝口，你现在是用你自己的真本事坐稳了这个王座。林董，前天我去疗养院看我妈了，她恢复得很好，我把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了。哦，老太太怎么说？我妈让我给您磕个头，她说6年前您用20万救了她的命，6年后您又用5000万美金的股份重塑了我的人生。她叮嘱我，钱这个东西最容易吃人心。她让我不管走到多高的位置，都绝不能了当年在星辰科技前台打杂时的那份初心。如果我哪天变成了赵子哲那样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她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你有个好母亲啊，难怪能教出你这样一块无瑕的试金石。林董，您这是干什么？林董，我已经拿了10%的干股了，这些绝对控股权和1票否决权是您一辈子的心血啊！正因为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所以我必须把它交给一个最让我放心的人。丫头，你真以为我是因为那30万才把这5亿美金的盘子交给你吗？那30万证明了你的感恩和善良，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把你推上帅位的，是那晚在停电的大楼里。那天，整个公司的人都像强盗一样卷走了所有的财物，而你，一个处于最底层的行政助理，你当时跟我说，万一公司哪天缓过来了，这些东西肯定还用得上。签了吧，老头子，我累了，该去钓钓鱼、种种花了。这星辰大海，以后就交给你来航行了。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站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释金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女孩在母亲病重、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慷慨的老者。老者用20万试出了女孩坚韧求生的意志。后来，老者在众叛亲离的绝境中，女孩用她准备结婚的30万首付，试出了资本世界里最稀缺的忠诚与良知。金钱从来不是衡量人性的唯一标准，但它确实是一块最好的试金石。它能试出赵子卓之流的贪婪与毁灭，也能试出星辰集团无忘初心的坚守。所以今天，我代表星辰新大陆集团正式宣布，我们将全资捐赠50亿人民币，成立星光火种全球慈善基金会。这笔基金将专门用于帮助那些身患重疾的贫困家庭，以及扶持那些像当年的星辰科技一样处于低谷但绝不放弃底层创新的初创团队。我们不仅要用科技点亮人类的未来，更要用良知和善意去点燃这个世界每一个阴暗角落的火种。因为唯有不被金钱吞噬灵魂的人，才配拥有这片浩瀚的星辰大海。